欢迎收看关键时刻。过去我们都讲印度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但现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可能要形容中国，因为它一个中国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它现在疫情大爆发，整个预估的染疫人数已经到了6亿，6亿是过去3年全世界感染的人数。照理讲，你现在中国应该压力非常大，你现在的火葬场等于说已经完全人满了，却爆满了。你现在的医院已经医疗崩溃了，甚至你的医生要一边打点滴，一边的帮病人来看诊。照理讲，你整个国家应该压力非常大，可没有想到现在。中国居然整个出现一个欢庆的一个气氛，现在这个居然中国人完全不担心这个疫情，现在的中国人居然全部的涌上街头，不但中国人全部涌上街头，他的整个管理的单位还要求说，你每个人都尽量的染疫，每个人都赶快感染了这个所谓的变成一个阳性，甚至他们的宣传单位还发出了一个口号，什么口号？越过山丘，向阳而生，也就是过去中国不准有任何的阳性，你只要阳性，我就整个小区、整个区域全部把你封锁起来。可是现在，你好像阳性就变成你身上的一个徽章，你有了阳性，好像你真的在帮祖国打了一场的胜仗。所以说，施总，我看了中国以后，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对，你刚刚讲疫情这么严重，你的医疗体系已经崩溃了，你的死亡数字不断的攀升，每个家里面都有一些伤亡的数字，可是这个国家好像完全不在乎。而且那现在中国最流行的打招呼是什么吗？你阳了没有？阳了没？为什么？因为你阳了之后，你阳过之后，你就打上那个爱国的徽章，你是爱国阳。所以现在他们整个全民都在鼓励你赶快就阳性吧。为什么？阳性之后呢，我们国家就可以恢复整个正常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之前讲说，现在中国是用运动的方式来处理这次疫情，我当时还不懂。我看了中国现在，我是手脚发麻了。而且你看，我们他们宣传体系里面来说话，你看新年贺词是什么？越过山丘，向阳而生。那新华社还有17张说阳康的这个后的新生活啊，这烟火气回来了。他们都是在说，阳过阳康之后，新生活是全面的这个展开啊。那可是你看。在过年的时候，逛大街的人非常多啦，那各地各样非常热闹。但是我就说，一个国家两个世界，在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在急诊室里面家属痛哭，然后很多医护人员还是照样工作到可能几乎崩溃的一个局面。但是呢，现在他们全民呢，就是反正你就先阳再说吧，你阳了，你就是爱国的一个表征了。而且刚刚讲到，他们现在在疫情大爆发，造成这样的刚刚讲的感染的人数，台湾今天又破了3万，是台湾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他们完全不在乎，对他们所有的社团、所有的组织，什么坚守他们正向阳而生，然后呢，连交警都说一往无前，向阳而生。对，因为向阳而生变成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口号一个标语，所以呢，每一个地方都贴出这个向阳而生。宝杰，这是什么？这是医护人员呢？医护人员是什么？医护人员现在他就说，医护现在是坚守他们向阳而生，医护人员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不是，而且我觉得内容更可怕，无惧感染。用爱坚守，对，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为医人最勇敢的战士，站在与病毒的战场上，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白衣执甲，冲锋陷阵。尽管很艰难，他们还在。对，所以你知道，市场除了这个医护人员这样之外，交警也是一样。交警就说，你看，我就说疫情当前，你阳了嘛，成为人们当前打招呼的新方式嘛。你看。一往无前，向阳而生。他们现在全部，你看，全部都是向阳而生这四个字，现在变成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标语。宝杰，那他们现在还怎样？要加速达峰。他们现在还列出一个，你看城市的达峰的这个目标，一线城市达标了。现在北京已经阳了，已经这个达峰。你看这个一线城市，这还管控的2线城市、3线城市、4线城市、5线城市，他们还有列出个时间表，就说希望你能够尽快。所以他们预估说，这一波的这个疫情来说啊，第一峰呢可能会在这个春节之前就达到。那讲过年之后，农村它有序的感染、有序的这个阳性，这是他们目前的这个规划。甚至你问他，他们的国家卫健委说啊，反正高峰过了之后就不会感染了嘛。所以现在他们传到它传不动。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好，那人民网也讲了出来了。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根深蒂固政治偏见的这个充分铺路。他不说什么，他说是国外你都在批评我们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它里面讲的非常多重要。他说中国是用科学的方式。科学对公众，你说放就放，你还科学？对，他说我们的工作呢，从防感染呢转向所谓保健康，还有防重症的一个状况。他说呢，我们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这个疫情冲击，有效的扛过病毒最猖獗的艰难的时刻。另外呢，
中国的这个优化的这个疫情防控措施不是躺平啊，他还讲这样，我觉得最后一个最好笑，他说坚持人民至上、性命至上，用心守护中国人民健康福祉和积极助力国际社会的战胜这个疫情，这是面对世纪疫情的时候中国的选择啊。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问题是现在的生命一条一条不断的流失，你们居然还敢讲这样的话？不是，而且我们刚才讲的，中国是最会把丧事当喜事办的。对，没错。现在完全不在乎这个疫情大爆发，你也不在乎说你的急诊室，你今天所有的这个医疗已经崩溃了，更不用在乎你的焚化炉都已经烧到，焚化炉都已经爆掉了。对。结果我刚刚讲的大量的涌向夜市、涌向了观光景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而且如果你真的只看中国的表面上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国家已经完全恢复了。一个过年的时间，所有大街小巷都是人潮。再来就是什么？现在要出国了也可以出国，然后另外工作岗位也都满的都是人，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已经真的是向阳而生的一个状况。你看，这是北京的这个大街小巷上面来说哈，当时的这个尤其春节快要到了，现在连年货大街人都非常非常多。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年货大街的人潮是这样，街上是人山人海的一个状况。另外，除了这个之外，洛阳在河南的洛阳，你看洛阳的夜市也是满都是人。你看大家可能都没有戴口罩，然后在那边吃东西，就告诉你我们真的是完全都没有在怕病毒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连南京这个长江大桥也恢复了这个往日的这个车流量非常多，甚至连上海地铁在之前是这样，然后后来爆发疫情的时候。一路往下坠，现在开始又往上慢慢回升了，要回来的。可是所以呢，现在上海的地铁人潮也都回来，所以告诉你什么？现在整个大家都完全，你看，甚至过年期间大家去玩，你看很多人在。中国人不怕吗？当然不怕。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他们在河南的这个老君山游玩的时候人太多，所以他们过去人太多挤来挤去，现在又重新在这个发生了。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重庆也是一样，重庆的网红的这个景点这个烟火气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在洪崖洞这个地方，人就全部都你看人山人海的一个画面。甚至你看现在你要去海南岛啊，因为他们中国一旦的解封，现在北方的冬天很冷嘛，他们都会跑到海南岛去。你看海南这几天的人潮，他们就说什么，我们就恢复了往年2019年9月当时的荣景，现在都完全都回来了。对，他甚至说，你看。最后，如果你真的看不到，就是你没有抢到机票的话，可能马上就会涨200-300块人民币以上的这个涨幅哦。那还告诉你什么？你看，这是当时海南岛所有的房间哦。你看，这2万多块人民币也被订完了，8万多块人民币也被订完了，5000多、8000多，还有12万多的都被订完。所以现在海南岛是你有房，你看12万的他们照样给你订下去。对，他们没有在畏惧，已经。这个3年没办法出国，没有办法出去玩的，他们现在一次把它玩下去的。所以他们说，三洋酒店一个负责人就讲，我以前担心没有人来，对不对？现在发现没有车，没有房，我没有办法提供。对，你看很多都是瞬间就反转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国家也太怪了吧？对，那你知道春节他们还爆发一件事，在河南的时候，有非常多民众呢，他们去踢翻警车、踹警车。你要讲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说，我们这边放烟火的时候，你就来干扰我们了。他就这样子，他就把这个警车，他们原来是因为太嗨了。就来用这样来攻击，之前是白纸运动，现在是变成是他们太嗨太开心，你就觉得这个反差也太过大。那因为新年的过年的时间，很多人来放鞭炮，你看中国的标语又出来，过去标语都是什么？要防范疫情啊，现在小孩防范这个燃放烟火炮竹的话，拘留家长，还弄这个标语出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整个疫情在中国，如果你看到表面上仿佛是已经完全消失的。所以你刚刚讲的，如果看到中国的宣传，按照中国的这些影片的话，觉得它已经疫情过了，是大家已经变成正常生活了。可在另一方面，刚刚讲的急诊室家属爆哭，急诊室全部都是人，甚至刚刚讲到，不是讲说他的那个火葬场爆了吗？对，火葬场爆了，不是说那个钢铁厂要来烧吗？是。后来我想，后来他们不要用钢铁厂，是。后来我就问一下我朋友说，为什么不用钢？他说你知道吧？钢铁厂的温度，一般的火葬场温度是700-800度，对，钢铁厂上千度，他说。人烧了以后，对，连灵魂都没有了，灵魂都没有了，我不敢烧。对，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整个这个，如果是表面上之外的深层的这个状况里面，医院目前为止还是人满为患的一个状况，甚至遗体里面来说话，现在真的停车场到处都是遗体，那甚至医院完全都是爆满。你看，这上海市的这个东区战区的这个陆军总医院来说，有大量的这个病患来到这个地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在急诊室里面来说话，表面上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急诊室一堆人在那边痛哭，因为他刚刚走了他的这个亲人，大家完全
全是不一样的这个状况。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宝杰，这个画面是什么呢？一个医护人员他说他已经工作了非常久，倒了，连续值班9个小时之后，然后他就昏倒了这个状况。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医护，所以他医疗还是在崩溃当中。对医疗人员来说，现在是紧急、非常非常吃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才说，深层的中国里面来说，连护士，你看护士在帮你工作的时候，其实他都还手上都还打着点滴，不只是医生，护士都是这个样子。你知道，现在整个医疗还是处于一个相当紧张跟崩溃的这个边缘里面。而且他现在为什么习近平要急着赶快的让他这个整个感染？是因为刚刚讲的，你再不去整个开放，对，你再不恢复正常生活，对，他们的单子，等于说外国的单子都要被抽掉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要赶快感染吗？因为你看，不只是说你可以打上爱国的烙印，你如果没有感染过的话，不好意思，你现在餐厅没得去，你现在工作没有办法去。为什么？他们现在的这个新的方针是这样，过去那转过来，过去那阵是你敢这个生病的话，我根本就不用你。现在是这样，你不生病的话，我不用你。现在是这样，你看优先招聘新冠康复者，每一个现在都是公司都是这样哦。你看这个招聘这个署名，然后阳过的优先考虑，有意愿者联系，现在全部都是这样哦。你看招聘这个销售，你要感染过阳性，对，你才有办法有工作。招聘2名阳性或者是阳过优先，阳性都没关系耶，或者阳过优先，你知道现在完全都是变成是这个样子。你没有生病的话，不好意思，你还真的没办法去你知道？这样你看，他就说这里有一个石家庄的一个酒店，他说很多员工都阳过啦，所以没有阳过的话，上班的时候如果你阳的话还要再请假，这样很麻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阳过的都完全优先。那甚至你看这个餐饮店还很有意思，他说呢，如果呢你阴性的话，你就不要进来，你看阴性你就不要进来。拒绝阴性进店，因为他说，你阴性这个进店，你感染说我们这样很麻烦嘛。如果说阳性，大家都没关系嘛，你阳你就来嘛，对不对？他就用这样，然后后来人家就说，你这样不是歧视？他说没有嘛，其实都可以做生意。但你就知道，现在整个中国的风完全都转变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这也是一样，你要去理头发的时候呢，他有阴性的这个客户，他说，你最好不要来，因为我才刚康复啦，你最好不要等你阳过之后你再来剪头发。现在连剪头发都没有办法。那甚至你看吃饭的时候，他现在也给你分桌。阳过大家坐在一起，阳过人很多，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你还阴性的，不好意思，只有他自己。对，你只有自己坐在旁边去，然后你还戴着口罩，大家那边很开心，那边唱歌、吃饭、聊天。那你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在中国现在是变成歧视阴性，你没有得过了，现在反而是歧视你。这是那个国家，我完全无法理解。对，所以说改就改。所以现在我去中国，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还是阴性，所以我还没阳过。你没有得过。对，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就是这样。你看现在都是这样，大家阳性的时候全部聚在一起，还可以打麻将。就你家阴性的，不好意思，你就关在门房里面，你继续关在里面。所以现在整个完全是反过来颠倒的一个局面，让人觉得说，哇，这个国家的这个落差也太大的一个状况嘛。所以，这个国家真的是跟着领导走。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现在中国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阳过了没有？那我们现在只找阳康，你没有感染的，你现在反而在中国会被歧视的一个状况。所以，董事长，我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你之前讲说中国是用运动的方式搞这个抗疫的大战，可就我现在跟他们讲的口号都出来的，全部要向阳而生。这个国家怎样？怎么风怎么吹就怎么走吗？就跟着党走，跟着党走。所以他整个治国的理念，你看他做每一件事情，抗疫他也是搞运动，对不对？他搞反贪腐也是搞运动，然后什么东西都是搞爱国运动，都用爱国运动作为他的治国的手段。所以他这个国家永远不会进入所谓的文明化跟制度化。那老百姓不会有感觉吗？我家里面有这么多人生离死别，我没有任何哀伤吗？不，但这个百分比还是很低的。你要注意啊，因为这一次你看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那个何美香博士讲得很清楚，他现在目前还是 Omicron 嘛。对 ，Omicron 有2个特性嘛。它第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传播速度非常快，快速传播。第二个特性是它是比较低的致病率。它的致病率还是低嘛，还是1000%多少嘛？所以我们怎么算它中国怎么搞？就100万、200万人口，顶着天都这样子。但是现在恶搞以后，对，其实速度反而加快了。加快之后开始，结果它很快完全不在乎那100万、200万人是，它反而降低了，它很快到达峰顶了。它到了峰顶之后，很快速的就把那个整个集体免疫力的那个环境创造出来了。对，这个你不能说它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全人类的这一次的 COVID-19， 就是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结束 ending， 就整个结束掉。会在中国的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全部结束。所以中国是最后一里路。中国是最后一里路，因为中国是人类的最大14亿人口嘛，最大的一个大面积的没有染疫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染疫以后，所有的东西该发的都发走了，该染都染了，都染了。还有你所谓的什么大魔王啦、什么病毒啦、交叉感染啦，所有一定会全部都一次发光光，发光了之后。它这个整个就变成在地化了，就变成全世界的瘟疫就变成在地化，在地化就变成感冒化。那而且最妙的是，欧盟刚才讲，一开始是美国，后来是日本，连欧盟都说，如果你要疫苗，我可以免费提供给你，免费哦。可中国没人讲说吧，我们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疫苗生产线，不用，对，他理都不我理你，连疫苗都不打，他理都不理你，他跟你拼了嘛。他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嘛。伟大的中华民族怎么需要你这些洋鬼子的疫苗？这不是笑话嘛，对不对？他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治国、成功的一个国家，能够是为人类的这个表率的国家，他怎么晓得起你这种方法？就是在人民面前，他有非常十足的这个自尊心。但是这里面是犯下一个缺点，你要出国嘛，对不对？你出国我就不让你来嘛，或者刁难你嘛，必须要跟你搞东搞西啊。所以这个何美香还讲了一句话有道理的，他说你中国必须现在要注意，把你大城市的防疫的措施要巩固起来，因为你这个大城市不巩固的话，你的财产的损耗非常大。可他没在乎啊，他拼命的感染啊。他有在听，其实他因为每一个他这个很简单，他是地方诸侯嘛。他每个诸侯他有指标啊，我现在浙江省委书记，我搞烂掉我倒霉啊，对不对？我要当官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们的资源是够的，对，他们国家的力量是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第二个他就讲说，你是中国本身一定要透明化，透明化是干什么呢？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病毒的基因序列报给全世界知道嘛，那我才知道要怎么搞你。对，就是他像你刚刚讲的，他不甩你啊，他不合作啊。对啊，这样恶搞啊，但恶搞最后，那现在变成全世界自然就会跟他有个封闭的状态。对，可是他这种现象变成他们的做事的习惯，跟现在西方的主流思维是完全背道而驰嘛。虽然这次让你战胜了，对，你战胜了没有错啊，但是你真的得到好处了吗？没有吗？当然没有嘛。IMF 今天的这个不是预估出来了吗？对。但明年会多少嘛？很惨，3%以下，平均值，全球平均值以下，表示这个国家本身的老百姓就会有好几亿的人口会面临到贫穷线以下，他们会失业，会没有工作，会有饥饿的问题会产生。是，中国明年会面临到非常大的恐怖的事情会发生。那这个政府怎么去面对？它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人类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是它就会有你刚刚讲的问题，就很多欧盟国家告诉你，哎，我来帮你忙好不好？对，就会有很多机构会来帮他忙，但他一直不断的拒绝，然后就得罪了跟在这个世界上，他得罪了非主要的国家，而形成一个紧张关系。好，廷伟刚讲的，你现在看中国，你完全不能理解，就是一个国家居然把人命视为草芥，一方面哀鸿遍野，你的医疗体系已经崩溃了，你的死亡率非常高，哎，你的焚化炉现在都出问题，甚至连你要把炼钢厂的焚化炉都要拿出来用。可是另一方面，好像歌舞升平，完全没有那回事，而且中国人完全没有那种好像疫情爆发的感觉。你要看中国这个国家，你要以集体的来看待，你不能以个别来看待。我们讲到个别主义啊，那个概念是西方的概念，那绝对不是中国的概念。所以我这次第一次感觉到，看中国的标准跟我们在台湾完全不同，完全是不一样。但是你从这件事情又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哦，习近平是不是有权利能收能放啊？就全国都听他的啊！你想想看，要封控就封控。然后今天一解放，全部都一解封，全部都这样子的。然后大家要遵照他的指示，全部都要杨过。所以代表说他权力核心是掌握在他的手上哦。今天能收能放就是他，就跟当年的袁世凯不是一样吗？袁世凯要叛变，要发动军变就发动军变，明天马上就收掉了。为什么？自己展现出自己是有能力。那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其实其他国家踹一弹，为什么其他国家是会很害怕？我要面对这种领导人啊。那以后我要怎么跟他交手，怎么跟他交往？对，你今天元旦文告可以跟我说两岸一家亲，对，然后接下来你就派了这个军机来骚扰台湾，那不就是一个两极化的概念吗？你什么事情都是两极化，你今天让全世界完全摸不透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在思考什么，你明天说不定就变卦，变成另外一个模式，就一样的意思啊。习近平答应过美国总统的事情。隔天马上就说变了，他承诺的事情完全都不算数，那这种国家我怎么跟你交往，对不对？但是重点是什么？无可捉摸。对啊，这些中国老百姓也挺他，
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在从长期以来，中国世代以来的话，就是以皇权为主，你知道吗？就是说。有每一个朝代一定要有一个皇上，对，大家跟着皇上走就对了。那你今天只有一个太阳，对，那你跟着太阳走，那除非是有出现另外一个太阳，我才能跟着另外太阳来打击原本的太阳，然后换成另外一个朝代，那就是所谓的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但是目前为止看不到啊，因为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对派的领导人可以跟习近平来对抗、啊。对，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一上台之后就开始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当做核心嘛。大家讲习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中国才讲。要天无二日，就是如果天上出了2个红太阳，这2个红太阳才有办法打起来。如果只有我一个红太阳，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对，所以你表面上看到是个疫情哦，但事实上在中国内部来讲，它是一个政治，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这个疫情而已哦。那如果是习近平为核心的话，现在你讲已经太平天下，江泽民已经挂掉了，江泽民不在了嘛，对不对？没有江派了，对，已经没有所谓的江派势力早就被他斗垮了。而且他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你知道，2012年当时他开始上来之后呢，结果他花了好段时间，自己身兼20几个小组的小组长，在干嘛？跳过那个中央这个政治局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集体领导的这个概念，权力是分权的概念，他把它全部揽在自己的手上。那这个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啊？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核心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像以前邓小平在斗华国锋一样，就像以前毛泽东如果权力被拿走的时候，马上又发动红卫兵把权力再拿回来。所以这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就是共产党的一贯的手法就是斗争嘛。那斗到现在来讲的话，他还在斗争。可是他老百姓没有选择，老百姓只能跟着党走吗？只能跟着他走啊，因为有奴性在，你知道吗？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文化是什么？就是一个皇权的概念。那今天习近平刚好担任这个位置，现在最怕的就是什么？他接下来啊，因为他权力巩固之后，接下来都要对外了。那对外来讲的话，全心办大事，全力办大事，对付美国。对付美国才是他现在最重要的。我们讲一些阴谋论好了，它里面现在出现那么多的病毒株，那么奇怪的病毒株，现在英国已经受害了啊。英国它现在已经大家不戴口罩，但是英国很多都是因为中国这个病毒株跑到英国去之后，结果英国有这个染疫啊。你想想看，中国会把它当这个东西类似像生化武器那样子，以后搞得全世界天翻地覆。你只要对我不满意，我就放几只病毒过去，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来制裁你，用经济手段，用这种方式的手段。当然我不愿意讲到这种阴谋论，但是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这种治理模式叫做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全世界唯它一个，但是这个东西也让全世界无法捉摸。既然无法捉摸的话，大家每天都抓了一弹，很怕吗？当然，你看拜登，我今天要跟你谈，我怎么谈？到时候他又说我们可以放2亿的这个人民到你美国去，看你美国怎么样？美国马上说，我马上国门把它关起来，对不对？这个对全世界来讲呢，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你的决策捉摸不定，那造成大家无法用理性的方式来跟你交往。好，我看刚才讲，台湾现在其实有点紧张，台湾今天破3万了。喂，我旁边很多朋友讲，我要不去打次世代疫苗？所以台湾现在目前的疫情又起来了，观众朋友已经是33330了，已经破3万了，而且呢，接下来可能还会更高，因为1月8号以后，中国大陆游客他要往外开放啦，他会到处去啦，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确诊的比例我们不可考，我知道多，因为全世界都一样，它是最后一班车啦，我们算是中弹班，欧美是更前面，它一旦把那个清零的那个风控给解除之后，就会这么多。可是中国大陆的游客来，他到全世界各地，大家都会紧张。那我们因为这个关系呢，先做了第一个风控措施啦，不是风控，就它的措施是什么？就是所有中国大陆入境的这些旅客，包含台商回台湾，都要做现场在机场的唾液 PCR。就一做以后呢，你看19.9，前几天要27.8。每4个人就会有1个是确诊，所以满街都是小龙女。为什么？因为都是阳过跟阳康，大家都说我已经阳过了，我已经阳康了。可是宝杰哥，我问过医师啊，问过林世璧医师，你 PCR 唾液确诊，不代表说他已经有传染力，快筛会比较准，可是代表说中国大陆现在传进来很多啊。这第一个，我们台湾；第二个，全世界其实中国真的也传到台湾来了，一定会传，而且它传到全世界去。我要跟观众朋友讲因为现在你要看到全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大陆是非常紧张的。韩国，我刚刚不讲1月8号吗？宝杰哥，今天是几号？1月4号，都还没有开放可是已经造成全世界很多国家受影响。韩国41.9%确诊，再出现几天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他还没有放他到时候放的会更多，所以北韩跟摩洛哥说对不起，我们是完全对他完全给你断掉。可是我们没有要走回头路，没有要这个边境管制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这40%来自于中国，大家会讲说，
XBB 1.5有没有 XBB？ 哎，那会不会大魔王跑到台湾来哈？中国大陆现在其实都是 Omicron 的 BA.1啦，或是 BA.2。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你打4价疫苗，其实它防护力是很低的。可是呢，大家会怕啊，因为中国大陆它到处去了以后，大家会觉得说，你中国大陆一出来以后寸草不生，所以连香港都受影响。香港这几天收到了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还有南韩、美国讲说，请香港所有旅客，因为它也不是中国大陆哦，你来一定要做上机之前的这个检测阴性。香港政府跑去抗议没有用，日本也怕了。我刚刚讲还没有开，可是日本已经有很多的中国旅客已经去了，还有商务的、探亲的，还不是一般旅游哦。已经写这个是对哦中国客人，本店所有药品同一商品只能卖3个。这个在日本的药妆店写中文，为什么？因为给中国人看对对。好，第二个，他为什么要写？因为你看这张照片你不知道，你看这就知道了。不写被扫空了，全部买光，有没有？所以中国大陆因为现在要退烧药、止痛、镇热这些他把它全部买光，所以中国大陆1月8号才开始往外大开放。可是现在探亲、商务旅游已经开始在对外买药了，这就是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中国大陆人多，而且目前现在确诊的比例高，所以大家都怕。好，所以是哦，另外就是我们这里讲了很多遍，全世界最主要的主旋律就是中美对抗。中美对抗里面，有一个我没办法想象，现在特斯拉的股价下跌，下跌的非常严重，它之后2/3的股价都没有了。你说中间原来有美国政府的影子，而且现在伊隆马斯克可以说真的是跌落神坛。为什么？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面来说话，特斯拉的市值一共蒸发了快要70%，它最高的时候曾经有破1兆，现在呢，它整个市值来到3400亿。那你知道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他自己也有一点小轰，你知道？12 months ago, I was person of the year。你看，12个月前我是年度风云人物啊，现在是变成怎么样？他现在是怎样？他最近创了一个纪录，他是史上财富蒸发最快哦。那他在身价最高的时候，他曾经有2100亿的这个身家。他现在去年1年的时候，他蒸发了快要1000亿美金啊，所以呢，他真的非常糗。那为什么非常糗呢？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原本他是预估要成长50%，就他最后呢成交了这个成交量，交车量只有140几万，所以只有40%几的成长幅度，不如50%的这个成长幅度，所以人家认为说你特斯拉你的黄金岁月真的已经过去了啊，那你就高峰掉下来了。对，那为什么高峰会掉下来？主要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市场目前为止来说，越来越多的公司呢，全部都介入了这个电动车嘛，所以它整个市占率节节下滑。对，它原本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整个电动车的市占率高了80%，可是呢，它因为其他厂商越来越多，所以它现在预估到2025年的时候，它电动车只有剩下20%的市占率。那你20%的市占率，你面临到什么压力呢？因为大家都会开始跟你杀价，所以呢，过去其实从下半年的时候，特斯拉就已经调降了非常多次的这个价格。那甚至还说，你保险呢，我给你免费的这个保险，所以等于是变相的在降价。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做什么？他的优势没有了。对，他说了，他要卖这个低价版的这个 Model Y， 低价版的 Model Y 只要4.2万，所以也就是说它价格越卖越低，那它市占率节节下滑，那价格越卖越低，当然表示你的车基本上是卖不动的一个局面。好，那刚才宝杰讲到，它跟中美贸易大战有什么关系？对，因为你跟中国靠得太近嘛。我看他同时惹了2个麻烦，对拜登来说，第一个，你跟中国走得太近，很简单，因为你在中国，我们都说你不要去中国投资，就没有，他是反向到中国去大投资。你看，从去年1月开始，这个白宫说什么？私营部门应该抵制种族灭绝行为，因为你特斯拉里面被人家说你很多零组件就是来自于新疆，或者说你可能也跟新疆人权都有相关的关系。它有新疆的产品。对，好，那就这样。好，那结果呢？这个3月的时候，拜登在国情咨文里面来说，他讲什么？我们这个要支持福特啦，还有支持通用汽车，他完全没有说到特斯拉，完全不提特斯拉。就人家就问伊隆马斯克说，那你这个有什么想法？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拜登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人在看国情咨文，他完全不在乎。他跟拜登杠上了。好，那结果没想到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他呢因为要裁员，裁了10%，那裁10%，正职改成这个派遣工，就没想到因为他没有工会，所以呢，这个当时的拜登还亏他，他说反正呢祝他这个月球之旅好运啊，他就不想讨论这件事。甚至到今年11月的时候，你看拜登直接说得非常清楚哦，马斯克跟他国的关系值得好好的来探究问题所在。对，所以呢，事实上你看，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惹了一个就是他跟中国的关系，然后还有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吗？宝姐，因为他跟川普非常好嘛，他跟拜登关系不好。那你知道，因为他之前要收购 Twitter 的时候，他收购 Twitter 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恢复川普在这个 Twitter 的这个账号。就那后来大家就说你怎么干这种事？
就没想到他说啊，没有，我没有要支持川普，连川普都说啊，我才不理你这个川普，你来蹭我的热度。就他是说什么？那我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里，我不会支持川普，但是我会支持迪桑特斯。也就是说，那现在的佛罗里达州州长，所以他等于是公开跟拜登杠，所以拜登会不会？当然不爽他。你看拜登每一次他都是到福特车厂去试车，到通用去试车，他就是没有到特斯拉。所以说福特其实拜登去帮很多美国国产车，对，或国产的电动车去等于做造势，对，完全不理特斯拉。对，而且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抗通膨法案，抗通膨法案里面来说，就是说如果你只要呢这个。零组件大部分在北美生产，或者在美国相关的供应链生产的时候，我会给你补助金额，补助金额有3750块。所以呢，因为特斯拉都没有啊，没有，所以他这个摆明了就是要排除特斯拉拿不到降低通膨法案的这个好处。所以你看特斯拉现在就说，哎，我要设厂在这个墨西哥这个地方嘛。所以呢，特斯拉所以显然你看。拜登他也是蛮故意，他反正设定了一些法案里面，就是排除特斯拉，就是排除你。那更何况说特斯拉最近还做了一件事，他准备了把这个朱小鹏原本是上海厂的主要负责人，他现在准备把他调到特斯拉担任他的2号人物，所以这个更会引起美国的不爽啊！你这个美国这么重要的公司里面，你居然一个重要的高管是来自中国上海厂，然后又把他调到美国来，所以我就说。伊隆马斯克，他过去一年前真的是 Person of the Year， 但是很不幸，你惹了拜登怎样全力对付你的时候，你当然会倒大霉。我们之前讲了，你要在中国搞斗争，你要天有2日，要2个红太阳，你没有取代习近平的领导人物，习近平就给他，我就是红太阳，你根本拿我无可奈何。同样的你要取代中国的供应链，你要有一个相对的供应链才有办法取代它。大家本来以为说印度的什么基础设施很烂啊，工作条件很烂啊，工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态度很差。可是后来才发现，印度已经不一样了，而这个已经不一样的印度，真的有可能取代中国了。对，我们先看一下，因为印度自从 iPhone 移到印度之后，印度食髓知味，他就很希望说有非常非常好的投资环境嘛。结果呢，我先给打波先回去看，以前我们想象中印度是什么？以前想象中印度的街上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印度嘛，火车啊，火车嘛，对不对？没有规矩，不会准时啊，然后动不动会有人从火车上掉下来，对不对？可是现在给大家看。印度里面的德里首都，现在他们的地铁，也就是我们捷运站，吓死人，真的跟我们过去的想象印度完全不一样。这是印度，这是德里现在的街头，德里现在街头干净的不得了，而且他们可是印度的路不是给牛走的吗？没有，现在真的是人，而且你不要以为这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没有，你看里面井然有序，而且里面的火车站干净的不得了，你看这是印度的地铁，对。你不讲真的，你把这个所谓人都遮住，真的以为是台北或西方铁，里面干干净净。过去我们以为的印度，现在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带回来这张图，你看这个是印度，很好笑，这是捷运路网，这是捷运路网台北有，我们大家很熟悉，对不对？这是你看我先看这是2003年印度的捷运路线图，然后呢只有一条，然后怎么7、8个站而已。现在呢，这也太快了吧？对啊，2021年你看。这是整个印度的捷运路线图，然后呢，整个印度的捷运流量啊，276万人一天，台北捷运的190万人一天，所以它现在已经正式超过台北捷运了。我记得台北的捷运好像是1992还是1993开始盖，1992、1993盖到现在是2023年了，才有这样的规模。它从2003年。就已经有这个规模，他这个很简单，他们征地啊，什么都很快，而且要把人赶走，然后给你拆迁费，所以印度是很夸张的。好，你除了捷运之外，印度还投入什么？37兆台币不是卢布，37兆台币去改善印度的基建。所以印度现在开始我们看到港口，然后大的码头，还有大的这种高架的铁路，印度现在全部重铺。过去那种旧铁路，印度人不是喜欢躺在铁轨上面？他说铁轨有电嘛，对不对？通电可以治疗很多被压死。拍摄印度现在都全部都改造，而且呢，你知道吗？他们这样启动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计划。叫做洁净饮用水计划。印度的水过去恒河捞起来就喝，对不对？以前喝了就拉肚子的。对，恒河捞起来喝，拍水哦。印度现在洁净饮用水计划，这个洁净饮用水计划，印度也开始推动。这很难哦。洁净饮用水计划，你除了从水源，你连所有自来水管线。你都要重铺哦，否则你水是干净的。我拉到家里脏掉就没人。所以你看，就像台北一样，
我的翡翠水库的水是可以生饮的哦，可到你家就不行了。对，所以这是两回事哦。所以印度现在洁净饮用水，叫他们需要什么？水龙头打开水，你就可以喝哦。这比台湾现在还先进哦，是新加坡现在做到这个，欧美现在做到这个等级哦。所以印度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印度现在变成什么东西呢？因为它要做大量基础建设，对不对？印度现在变基建狂人啊，大量的钢铁用在印度。印度现在这样做。原本中国是世界第一个用钢铁的，可是中国连续2021、2022、2023都衰退，可是印度连续3年钢铁使用量都在增加，所以下一个市场，印度如果开发起来，真的有可能取代中国。